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看一些闲置的老房子了。刚刚路过这个村子的时候，有村民告诉我，在这边几乎就是山顶上吧，有一户人家独门独院，一栋木房子已经修建了差不多有400年左右的时间了。现在木房子里面还住着两父子，就是一个儿子加上一个老父亲。那这栋房子究竟怎么样呢？我已经来到了这栋房子的院坝，但是呢，很可惜，房子的主人家并没有在家。我们一起从外面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外观吧。400年前的木房子保存完好，这里面肯定有很多故事。我仔细看了一下这栋木房子很多地方都显得很陈旧。我在想，像这样的木房子里面，会不会有很多秘密，或者有很多宝贝呢？这边的地势比较高，我的车就刚好停在路口的位置，那边是一条主路，再进去就没有人家了。刚刚我把车开过去，从那边掉了个头过来，是从那个位置走上来的。底下是有一个村庄，大概有20-30户人家。这栋房子地势比较高，基本上是建在了山顶之上了。可以看到房子的外面是一大片的稻田，现在都没有水。在那边就是一些松树林，在那边有好几户人家，是另外一条马路可以进去的。这栋房子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院坝，很窄，已经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房子进深有12米左右，这也是我拍了这么久的视频碰到第一栋这样的房子，确实很难得一见。这栋房子的立柱很大，大家可以看一下，400年前的木房子现在依然是保存完好还住着人呢。刚刚村民告诉我说，这是一栋6柱10的房子，在我们这边印象当中最大就是5柱9的房子吧，就是5根立柱，有9个瓜子不落地。这个是6根立柱，有10个瓜子不落地，最少都有12米的进深，楼层高度也挺高的，侧面也是用竹编加上牛粪浮了一层，时间久，但是这层牛粪已经脱落了，大家看到没有？这栋房子的基础感觉做的还挺好的，这些垫立柱的石头都是通过当地的石匠精心的去打磨的，4方形的，也都是山上捡回来的石头。底下的地角方是石头这样子垫起来的，应该这栋房子是铺了木地板。整栋房子看起来挺高，但实际上这户人家也只住在1楼，2楼的话还是堆放一些杂物。透过窗户我们大概来看一下里面，上面的楼板是用竹子编的，说明这栋房子的历史很悠久了。现在大部分的房子都是用木板来铺的，但是这栋房子是用竹子来编的。这边是这户人家的火塘，哎呀，我都没这么高，看不到，给大家看一下。现在住着人，有桌椅板凳，还有锅碗瓢盆，房子很简陋，还有冰箱呢。一个堂屋，两边是一个客厅吧，平时生活起居的地方。在背后呢是一些房间。这栋房子虽然历史比较悠久了，但是房子的装修并没有做得特别好，里面的装修也是比较简单的那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木板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日积月累，上面很多这些纹路都已经是
像裂开了一样的，这些都是松木板哦。包括这些立柱，大家可以看一下，裂开了这么大的一个缝隙。但是不用担心啊，这房子它是不会倒的。还立柱好大一根。这栋房子还是单挑手，像我们家的房子还是双挑呢。这是一块单独的挑手。这栋房子少说经历了好几代人了，其中的故事肯定不少。可惜这副主人家没在家，要不然可以和他聊一聊，看看他们家以前是怎么搬到这上面来建房子，又经历了多少的一些故事吧。很可惜，下次有机会的话，还想过来看一看。这边应该是一个卧室了，我们可以把这个镜头拉高点。这是床，这边就是用木板铺了一层，也非常的简易。这是一栋典型的苗族民居啊。如果是土家族的话，两边有可能会有吊脚楼，有厢房。我们苗族的话，基本上是没有吊脚楼的。门口的视野非常好，周边的地也是挺宽的，外面的稻田可能都是他们家的。摩托车还停在门口，应该不会走得太远。现在大部分还在拜年吧，可能好多已经出去拜年，所以家里并没有人。房子的旁边也是一小片的竹林，但是没有把它砍走，所以说这边是没有做菜地。一般像有些人家呢，喜欢在房子的周边留一小块菜地，实际上这块也是可以做菜地的。把这些竹子砍掉了之后，就可以做菜地了。在这背后也是修了一个卫生间，这是村里面统一修建的。这边还有个鸡圈，这里也是用竹编浮了一层牛粪，时间久这层牛粪已经是看不到了，历经沧桑很有年代感的一栋房子。看，房子很大很深，真的无法想象这样的一栋木房子历经了400年还保存了这么好。这边我也发现一个石槽，他们家基本上不打糍粑了，所以石槽也是垫在了该沿的位置。看这些，不知道是石头还是土砖历经沧桑，哎呀，很坚硬的，这个感觉像石头一样的，历经了这么多年，已经风化的很严重了。上面的一层以前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几百年之后，没想到变成这个样子，更别说这些木房子了。这些木墙板虽然很黑，以前涂抹的应该是一层桐油，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桐油对于木头的保护还是比较好的。在大门口的这块位置，我们还发现有一块石板。平时难道是踩在石板上面才可以进房子吗？但是石板的底下是空着的，不知道有什么含义视频前的朋友们有懂的吗？欢迎评论区留言现在这栋房子是大门紧闭，上了锁，无法进去了。房子的旁边还有一小块稻田呢，我们走到侧面来看一下。这边也是通水通电的水龙头已经接到了这个位置真的特别安静的一栋房子，周边都没有邻居。
我们走到房子的背后看一下，基本上我会一镜到底的去拍完这个视频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层竹编啊，对于木头的保护还是比较好的。这些立柱啊都是很大很大的一根，6柱石的房子真的是第一次见啊，太难以想象了。我们整个湘西来说都是非常少的。房子的背后也是一小块的稻田啊。哎呀，从这边走上去看一下。哦，这户人家的排水设施做的还比较好，所以房子的保护还算是比较好。整个该檐全部做了硬化，后面是堆放了一些柴，冬天用来烧火取暖的。房子的背面也是用竹编啊涂抹牛粪，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哦哟，这边的瓦片盖得很厚啊，所以这栋房子如果检修瓦片的话，估计要一次都要花上不少的钱啊。整体感觉比其他的一些房子大了很多很多了。这些瓦片都是很厚的一片，估计也是好几百年之前的了。其实像我们湘西啊这样的木房子也不算特别多了，因为毕竟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家家户户啊都重新建了楼房，像这样的木房子啊，大部分都拆掉了，难以保存下来。这户人家呢，因为这么多年一直在这边住着，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所以房子还是处在一个有人居住、有人保护下的一个情况。这栋房子，依然是保存的完好。如果重新建了砖房啊，建了楼房之后，像这样的木房子啊，也会去拆掉的。这个时候啊，我就想到了一点，比如说像这样几百年前的木房子啊，像我们这边有些也是用金丝楠木来作为立柱的，不知道这栋房子里面有没有这样宝贵的一些木头啊？大家发挥一下想象力，因为确实我之前在另外一个村子发现了有一栋木房子，有一根立柱是用金丝楠木来做的。好了，朋友们，我也要离开了。那这样一栋400年前的木房子这么大，你们觉得有价值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下期再见，拜拜。